其实今天这个影片不是叫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我之前有提过一个东西就是你必须做你本该要做的东西，才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有那一些你一直在想做，可是不敢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来聊，你去做吧，你去做吧，你去做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个事情 ，OK， 叫做 risk。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风险的概念是怎样。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你做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 ，OK， 它的失败率是50%，50% 是失败，50%是成功 ，OK。如果你今天不做任何事情，你以为你的几率会降低啊吗？其实错了嘛，你没有做，你的那个几率提高，你懂什么几率提高吗？你本来做这件事情会有失败跟成功50%，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你是100%失败，对不对？可能圣诞老人突然间来还是突然间你中彩票啊，这种事情根本我们就不谈。可是你懂我要表达的东西吗？你今天没有做你 miss 100%，OK， 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聊是 risk， 为什么 risk 这样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做容错率，就是容忍错误的几率，对吗？我会把一个图片放在这边，你们去看一下。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时代的容错率很高，就是容忍错误的几率非常非常高。然后就是讲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失败了，然后你再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你去做其他事情的这个东西很简单罢了，就是容忍你的那个错误懂吗？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就知道了 ，OK？ 你拍 YouTube， 你拍 Insta 的任何东西，你想一下，现在我们用什么东西拍就可以了？手机，对不对？我们真的不需要买相机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不需要去想那么多东西你懂吗？你要做梦，你要问问题，其实你不用去 Google 了，你问 ChatGPT 就可以了。你懂吗？现在事情已经变成是越来越简单化了。以前你真的要拍 YouTube， 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买相机，可能在1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手机真的以前没有这样好的摄影功能，所以你要买一个好的相机。可是以前是什么时代？以前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讲你以前那个时代，你开始拍影片的话，到底谁会知道你成功？因为以前成功的例子很少，对不对？我们把成功当作是100万订阅啦，好不好？还是300万订阅啦的那一种成功。以前那个时代，谁拍到像这个时代那么多人，100万、200万、300万订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以前没有一个例子，以前没有一个人物跳出来说他就是那一个人，所以这个时代是怎样？这个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你现在买相机，你没有用到什么的话，其实还不影响那么多。以前讲真的回到2010年的话，你买了一台相机 ，OK， 以前6-7千块很大吧？2010年6-7千块很大然后再买一些 lens， 再买一些东西的话，你想一下，那个时候容忍你错误的概率高还是低？讲你今天你买完这些东西在家里拍影片，然后没有人看你的影片，也没有达到你所谓你要的那一个程度，你也没有那个心情继续拍怎么办？你那些相机怎么办？很大可能性就是放在一边，或者是你继续拿来拍，就2种可能。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个东西给你带不来你要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就做回你原本做的东西这样子所以那个错误的那个容忍那个错误很低。可是这个时代我讲真的，你连相机都不用考虑你懂我意思就是你今天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回到我们的主题，对不对？你不敢去做一件事情，你就想一下，这件事情你真的犯错的话，有什么后果啊？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很致命啊？如果是的话，你就要考虑好好。如果你想熬一下子，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他就这样子而已哦，这样就做啊。我认真了，就是你们现在都有一台手机，我可以肯定讲，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就不一定，相机也不一定，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拍影片，你们就假如现在全部人都要开始拍影片，讲真的，你手上的那台相机，手机你就可以开始了。你连相机其实都不用去放在你的主要考量里面，你就是手机就可以开始了。你看吗？这个时代，容忍啊，你这个怎样讲呢？这个 entry barriers 已经很低了啊，就是你带着手机进到这个所谓的领域里面，你发现到你没有成果，没有成绩，你出去也很容易哦，你懂吗？你离开这个领域也是很容易哦，因为你没有损失，因为你本来就是用着你一台手机，用着你有的东西在做这些东西，所以你随时离开根本没有人会觉得你干嘛。可是以前那个时代不一样哦，以前那个时代你要突然间走掉，这样你要做梦。以前真的没有那么好诶，以前没有什么所谓的 Google， 以前没有什么所谓的手机还可以拍到那么高清，时代网络可以那么快诶，现在真的是我认真讲啊，你真的是不敢做件事情，你做了顶多失败，然后怎样？我是认为是就这样哦。这个时代已经怎样讲诶？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可以讲，我会认为是蛮好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就只可以成全，就这样哦，然后 move on， 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仔细去想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人会在意那么多，就是我们人的结局是什么？就死亡，所以现在你顶多你想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做，如果这件事情会让你会有生命危险的，那你就考虑好哈，不要冒这个危险啊，你懂吗？这个也是 risk，OK？ 我看到 Instagram 有人留言说他要去跳伞啊，要去玩一些极限运动啊，还是一些有人来 DM 我跟我讲说他要去做一些他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比如是去一个人旅行，还是去非洲还是哪里，我看到这些 DMs， 我认为是你要做好功课，你要给自己那个安全感，然后你去往这个地方去走哦，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懂吗？就是因为我是认为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在这一个怎样讲一个别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的这个 mindset 去长大的，我们没有办法的，讲真的，我也是相信大家现在看着这个影片的你们也是有那个独立思考的，你们会有那一个自己的思维去想事情啊，一样的吗？你现在不敢做这件事情，还是你正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叫你马上去做，你懂吗？你的家人其实也没有办法马上叫你去做，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风险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就是 just do it。如果你有心的话，你现在已经正在做的话 ，you are doing it now。Like honestly，你不用逼自己做。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你不用逼自己做了，所以是看你够不够想要。还有另外一个 theory 啊，就是我在想着要怎样去跟你们讲到最直白，就如果你真的想要啊 ，OK， 你连 risk 都不会看，你就去到玩罢了，你就很大胆，你懂吗？你就去到玩罢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还是说你们之前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就是你真的很确定，你真的很想要做一件事情，还是什么哦？我跟你讲 ，risk 啊都进不到你的脑，你就做。OK，maybe 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让你有损失，还是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用紧。
过后你学到的就是 experience， 这个也是我跟凯恩学到的东西。他也是跟我讲很多，我们要多去 experience life， 我们要多去看一下一些我们一直以为的东西 you know， 但是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跟这些现实的东西去做碰撞，不然你在你的世界里面很大，你懂吗？你活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是最大的，你是控制你世界里面的人，可是现实的世界啊 OK 比你的脑袋还大，大到你根本控制不来，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在自己的这种遐想里面 comfort zone 里面，因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想的，然后去控制自己想要看的，控制自己想要听的，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你听不进别人跟你讲的东西哦，所以你就一直觉得是这样子是那样子，你就一直用着这个旧思维，然后你去看事情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打开那个新的大门哦，我觉得，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出国读书是一个 bonus you know， 如果你现在是因为我有收到讯息是说想要出国留学，想要在这几年考到什么 master， 去好好的去拼啊，去看看这世界啊！我谢谢你们DM我谢谢你们把你们想要讲的东西都跟我讲，因为我会认为说，如果你真的你们听这个 podcast 之前，你们是没有想着所谓的风险的，你们是没有想着这些东西的话，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先要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做件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谁负责任 ？OK， 你们就懂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啊？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谁可以来负责任？就是你的家人确实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你确实有这个能力，你做就不要等了，就不要给自己一大堆借口，不要再跟自己讲什么很难很什么什么，你就去。如果你没有办法负责任，你连家人都没有办法帮你付，这样子很对不起哦。这个现实的世界就没有办法跟你继续开玩笑啊，这个现实的世界就把现实的东西放在面前了，你就没有办法活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啊。我们讲嘛，你有什么东西一直想做，可是你不敢去做。你们知道这个句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一直想做，可是不敢去做，就是还没有发生，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了可能2-3年啊，10年啊，到现在还没有做。OK， 如果你真的有东西想了那么久还不敢去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sign 来啊，它是一个 good sign 来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一个东西可以持续陪着你好多年，到现在你还不敢做，这个影片你就当作是一个 signal 吧，一个 sign OK， 就开始去做吧。但是首先我还是要讲那句话，先考虑一下，先想一下风险，先想一下你现阶段这些能力，然后我们要现实一点去面对这些东西，因为到头来耶，我相信你们的年龄应该也不小啊。我相信有问我这些大学啊、旅行啊、跳伞啊这种类似那种极限运动的，还是什么都好啊，你们年龄应该也不小啊，所以你们要想一下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你们懂我在讲什么了。至于是年龄比较小的话，我认真觉得 nothing to lose you know and we have so much to gain like 我现在23岁啊，下个月，然后我内心觉得的是，我会想要跟18岁的大家还有我自己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 take more risks because it's even riskier if you don't take。 这是 Elliot Choi 讲过的话，我一个很喜欢 YouTuber， 我把它粘到墙壁上面了，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真的这个影片我不想拍太长，然后我也谢谢你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你们的一些最近在想这个东西啊，没有问题，你懂吗？你想了很久，你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因为可能你还没有真正考虑到所谓的风险，还没有考虑到所谓的真正的那些现实层面的东西，或者你已经考虑到，你已经懂了，可是你不要去面对，你就一直在想着，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已经出现了。我有在影片之前讲过，问题出现了，我们想了很多个方法，可
可是你要选啊，你懂吗？有些时候出现了2个问题，你又有20个方法哦。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我们去给到很好的帮助。现实还是现实，现实的世界是你问题出现了，你想个方法了，然后到最后全部都用不上，你懂吗？所以你不敢去做，你就先想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想一下风险，想一下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就是我到底敢不敢？就是我到底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能不能不用考虑那些所谓的风险，然后我就去就做就对了。如果你真的是很敢冲，你就冲吧。这影片就是给你一个启发吧，给你一个 signal 吧，就做吧。你想要拍影片做吧，你想要开始学投资去学吧，你想要开始泡咖啡当 barista 去啊，你要学冲浪去，你懂吗？你要一跳伞去存钱 ，OK？ 你要出国读书，你要去西班牙读书 ，for example， 去英国读大学，去新加坡深造，还是去哪里都好，去想风险在哪里，去想要怎样去面对这些现实，钱啊，还是家人啊这些东西，现实层面的东西，爱情啊，去想一下，把这些东西全部 list 出来。你们真的要记住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一直在做的东西，日记，还有就是我每一天我有问题的时候，有东西 pop 进来我的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写下来，你们懂吗？我都会把它记录起来的，每一天都会记录起来的，因为我想要让我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不然这些问题在我脑里面它睡个觉起来就不见了，你就以为你解决了，结果下个月又来，所以我不会有太多一直想做可是不敢做的东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先把问题先找出来先 ，OK？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去每天去跑步了，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发现到我身体的那个耐力跟我的膝盖没有到像以前那么好啊，所以我现在在家里做一些比较轻的运动，拉一下身体，做一些俯卧撑这一些东西。所以你们去看，你们去找出来风险，你们再找出来问题。如果我每年出去外面跑步，真的有用吗？我 try 啊，我之前也是讲真的就很痛，身体也是不舒服，因为可能以前打排球原因跌倒，还是说运动过头还是这样都好，把问题出现了，问题就是不舒服。风险在哪里？如果我继续去外面跑的话，风险就是我的身体每一天起来都会不舒服，然后会导致接下来一整天的作息。所以我现在没有不敢做，我做其他了，换另外一个方式啊，我在家里面拉筋啊，做一些怎样讲呢，那些暴汗的运动啊，这样子哦。所以影片也要结束啊，我也不想多讲啊，因为如果你们现在真的有事情要做的话，你们现在就可以关掉，OK？ 现在此时此刻你们就可以把影片关掉，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东西啊。永远记住一句话，真的，永远记住一句话。你不可以等到完美了才开始。我遇过太多个人了，就是要等到完美才开始。然后我现在处在的位置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完美了吗？成功了吗？还是怎样啊？我看过太多个人，曾经也是在等着变完美。然后现在很后悔，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开始？所以我只想跟你们讲，把我当成是一个 example， 把我当成是那一个最透明的人，就是我从来没有去，也不想去不分享什么。你们很多人有问过我关于内容啊、创作啊这些东西，我其实不知道我在创作内容你们自己问你们自己啊，你们看我的内容，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从我1K followers、2K、3K followers 的时候，你开始看我的东西到现在，其实你自己去看一下，我是属于怎样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清楚。我至少我要讲老实话，因为我
没有办法去定义我自己，我还就是一个学生哦，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少年吧，多几年就变成了青年，然后再多几年就可能变成一个老安哥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东西要做，我们就讲你要开始拍视频，你永远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6月14号，我讲过很多次了这句话，就是开始，现在开始去成为那第一个人，好过你没有办法成为那最后一个或者是第二个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来，so 记住去做，你不敢去做的东西你就去做，你要面对你那些恐惧，你就会变得更强大哦。我以前也是不敢对这个镜头讲话，如果你看完这个 podcast 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我没有对着镜头讲话太久，我一直会看外面，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我也是在克服着，你们懂吗？我也是在努力的在这个相机面前去呈现，也不是呈现，就是去克服这个东西。So yeah， 谢谢你们看完这个影片，谢谢你们听完这个影片，听完这个 podcast。Have a nice day, guys。然后呀，我们下次见。去做吧，去。已经2024年已经一半了，真的一半了。So yeah，下次见，拜拜。